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了。这周大家过得还好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一起向下学了。前面呢，我们学完了明心住之事，就是所缘这个科判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往下学如何心住所缘之理。请大家翻开广论359页，倒数第4行，看科判，有找到吧？第2，于彼所缘如何住心之理，分3：一、立无过归；二、或有过归；三、视作实量。今出。这个第2科呢，就是内心如何投注于所缘的方法，就分为3个科判。第一个呢是安立没有过失的做法，第二是破除有过失的做法，第三说明上座修订的时间长短的这个标准。然后我们呢看第1科，看原文。此中所修妙三摩地具2殊胜：一、令心即明具明分立；二、专注所缘无有分别具安住分。有于此上加乐为3，余有加成共为4者。此处所要修持的三摩地具足了2种殊胜，是哪2种殊胜呢？第一是具足内心极为明晰的明晰部分的力量，第二呢是具足专一安住于所缘的无分别安住的部分，也就是明分立与住分。然后在此之上呢，有人加上了安乐，成为3种殊胜，还有人呢再添上了成名，就成为4种殊胜。此处提到的这个三摩地呢，也就声闻他说要具足2种特点，还记得吧？一个是具立明分，明分呢就是指心能清楚的呈现所缘境。具立呢，这个具立是强调心在面对所缘境的时候呢，它具有一种力量来支持这个所缘境。比如就像我们要举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为了将这个东西举起来，然后手会牢牢的抓紧，它有一个力量在。那么第2个特点呢，就是住分。你看那个字，停住的住分，就一心专注于同一个所缘境。注意不能做过多的观察。比如说当我们以佛身为所缘境的时候呢，就是不要说你上座观想佛像的时候，心里想吃饭啊走路，想这些让心散乱的各种杂事了。不要说这种事不能缘，就连慈悲啊出离心啊，还有很多善法暇满都不能思维，就是应该专注的设法专注的在自己设定的所缘上，然后让我们的心能够谨系所缘。接下来宗大师说，看原文啊，找到行了吗？然成净者出殊胜摄，不须别说，具世乐相喜乐之受，是此所修定果，然非出净律尽分摄定相应中所能生起。说为承办3乘功德最胜一处第4净律三摩地中，皆无身乐心乐相应而起，故此不说。刚才提到有人会加上成名，然后成为4种殊胜，然而成名呢已经包含在第1种殊胜当中了，也就是包含在明分立当中。如果具足明分立的话呢，就一定具足成名，所以是不需要另外提出来成名这个殊胜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是
具有舒适感受形象的这个喜乐。此处所修持这个定的果当中呢，会出现一种说具有着舒适感受形象的喜乐，但是这种喜乐不会与第一静虑尽分定所含摄的定相应而生起。在第一静虑尽分定当中呢，不会出现这样的喜乐，不会与这样的喜乐相应。而且在修持三乘功德的所依当中呢，被称为最殊胜的第四静虑定，也不会与任何身安乐以及心安乐相应而生起。所以在此呢，没有列出这个殊胜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第四静虑是承办三乘功德所依当中最为殊胜的所依，但是第四静虑不会与这样的喜乐相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第四静虑当中不会与任何的身安乐以及心安乐的相应。那么第一静虑尽分定不会与这样的喜乐相应，第四静虑呢也不会有这样的喜乐相应，所以就没有特别列出喜乐这个殊胜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周遍，对吧？再说一遍的话，就是所修奢摩他必须具足哪两个？明显分及安住分。那么什么是明显分呢？不只是心把境看得很清楚，而且要把境怎么样？要抓得紧紧的，就是整个人非常的振作，非常的有精神。有人在明显分和安住分上面又多加了什么？第三个乐及第四个成名。在变成奢摩他必须具有4种功德。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奢摩他所必须的呢？然后宗大师教诫我们说，成净分已经被明显分所摄了，不需要再加入。乐呢是定所生的果，不是一切定必须具有的。然后在入根本定的时候呢，就是要以三界和地所摄的心圆空性最合适呢。对于初修业者来说，有没有可能是欲界心啊？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欲界心太粗糙了。那往上去呢，以飞翔天的心行不行呢？那很高也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太细微了，不明显。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不能用这2个心呢？不是的，就到了修到位的菩萨的阶段呢，就可以用欲界心还有飞翔天的心来圆空性，就是修到位的菩萨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如果是用密法的方式修行的话，也不会有这2个问题。因为即使是心处于非常微细的状态，因由大乐的缘故，使心非常的明显。这与飞翔天的心是不同的。像无色界诸天的禅定都是指力胜过慧力，因为心不明显，所以适不适合修空性呢？不适合。色界第3静虑以下的禅定都是什么呀？慧力胜过指力，只有色界第4静虑是指力和慧力刚好平均的，所以以此修空性是最好的。然后色界第4静虑相应的受中呢，没有说到乐受，所以呢，乐不是妙三摩地所必须具有的。那么就说我们可以再探讨一下何谓成净。首先呢，这里边的成净呢，可以从心和境的2种层面来探讨。这个在略论中有讲，当心完全安住在所缘境时，心的状态就是极为澄净。这个大家可以想象，就是说，就是完全没有云的那种日光，然后有善知识这样譬喻，说照射在装满清水的玻璃杯中的那个样子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就这个澄比那个还要清澈，这是心的澄净。
然后此外呢，当下所缘境的影像呢，也会比往常更加清晰，即使呢相当微细的部分也能看得十分的透彻。这是静的成境。但以上两种境界呢，都必须先断除细分的沉默，经过呢聚力的明分才能成办，所以它的内涵呢已被含摄在聚力明分当中了，也是不需要在这之外再加上一个成定这一点。那至于安乐呢，就像前面讲过的，这个具有舒适形象的这种喜乐的感受，在此呢就是指身和心两种的喜乐。然后虽然呢这也是修学三摩地的果，也是可能是我们很想要得到的，就是身心清安嘛，但是呢不能因此就认定是三摩地的特点，因为呢不是所有的三摩地都具有，注意，都具有安乐的特质。刚才举过什么呀？比如说第一境律尽分相应的受是什么？是舍受，而非乐受哦。另外在第四境律根本定相应的受也不是乐受，所以安乐并非三摩地所必备的特点。修习三摩地的时候呢，实际上也会遇到相当多的阻碍，例如在修学期间内心升起贪嗔烦恼，这都会障碍三摩地的升起。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沉默与调举呢？就是如同前面所说的，三摩地要具足聚力明分和住分的两种特点，而这两者的唯品是什么呀？就是沉默及调举，在后面我们会学到。所以在众多的阻碍中呢，就是障碍这两个的要特别强调的沉调二者，原因就在此。今天呢就是详细的讲了一下，就是这个妙三摩地的两种殊胜，以及呢为什么是两种，做了详尽的分析。然后我们对于三摩地的特色呢，在这一段文字中呢，也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。然后随着我们一直在学习修奢摩他，我们对奢摩他如何修，乃至修的时候会遇到的状况，就会了解更多了。这一节的含量稍稍对你们来说有点复杂吗？因为我重复讲了好几遍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如果你没听清楚的话，就重复的听一下。在此呢，也希望一切有缘者都能够一起学习这么美的大师的教法，能够学到这么清净的传承教授，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稀有的难得的机会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珍惜。谢谢。